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给中国设计了一条科技发展路线，其中日本作为食物链顶端掌握部分高端技术，而中国则被作为食物链底端为全世界生产生活日用品。有同样规划的还有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就是按照这条路线走，跟着美日技术发展，承接落后产能。但是这一切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公司开始发起了反攻，从 5G 技术到芯片，从手机到新能源汽车，如今再到鸿蒙系统。那么是中国会打破这种既定路线牢笼，还是美日会依旧蚕食中国？大家好，我是熊猫，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6月2日，鸿蒙迎来重磅消息，鸿蒙操作系统正式在华为设备上搭载，这是全球第一款运行的物联网操作系统。这也意味着中国在操作软件上首次实现领先，获得了先发优势。按道理来说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国人骄傲的事情，但是结果却有很多人开启嘲讽模式。从最开始的是不是 PPT 项目，到后来的应不应该用开源架构，以及到现在是不是套壳安卓等，各种争论总是喋喋不休。在很多人看来，鸿蒙就不应该诞生，华为应该直接躺平，不配反抗，而鸿蒙能不能成功是华为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不喜欢华为，我就可以讨厌它、抵制它，甚至搞臭它。熊猫无意批评任何人，但是依旧想对这些人说，你们真的打偏了，看待问题的格局小了。鸿蒙不只是华为的鸿蒙，鸿蒙的成败也不只是华为的成败，它往小了说是中国操作系统的成败，往大了说是中国高科技的成败。我知道有些人会说你这是道德绑架，其实真不是。我举个例子吧，当中兴被美国制裁时，很多中国人的真实反应不是思考制裁规则是不是合理，而是说他活该。当华为芯片被禁用时，很多中国人的反应不是同情华为，而是幸灾乐祸，认为美国只是在针对华为，没了华为，其他人可以活得更好。当中国高校、高科技企业被制裁的越来越多时，很多国人和企业这才开始幡然醒悟，原来针对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中国。作为中国人，谁又能独善其身呢？那么这句话套用在鸿蒙身上也是如此。作为为数不多的国产操作软件，我们就算无动于衷也好，静观其变也罢，唯独不能做的就是落井下石，因为它不仅是一套操作系统，更是关乎于国家安全。有些人会说这也太夸张了，其实这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操作系统关乎着一个现代战争——信息战。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与南斯拉夫发生战争，导致中国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被炸，成为中国人永远无法忘记的伤痛。但是这场战争对中国人的警示，不仅仅是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教训，还有关于信息战的应用。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了颠覆南斯拉夫，制定了数个作战计划，其中就包括用黑客入侵、系统瘫痪等。除此之外，整个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最先被轰炸的不是部队，而是以通讯设备、电力设施以及机场为首的通讯系统，导致南斯拉夫军队智慧系统最终陷入瘫痪。然后是道路、桥梁、炼油厂等基础设施，而军队则是最后才要打击的对象。科索沃战争也因此被人们称之为现代信息战。南斯拉夫之所以这么容易陷入被动中，就是因为计算机系统用的是微软以及其他国家的外国系统。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不是对等性质的。除此之外，还有海湾战争也是如此。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开始意识到信息战的威力。中国也有这样的一批人认识到国产操作系统的重要性，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一次会谈上指出，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芯就是芯片，魂就是操作系统，说白了就是虚有其表。还有华为任正非也有类似的观点。2012年，在他参加一次会议时就说到，如果安卓系统不给我们用了， Windows 系统也不给我们用了，就相当于给我们断粮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所以华为就开始在芯和魂上下功夫。麒麟芯片、鸿蒙系统应运而生。在当时，拥有这种先见之明的人并不多。倪光南坚持的国产芯片研究被联想砍掉，努力研制的国产操作系统也因为市场原因竞争不过国外。华为则在任正非的带领下，实现芯片设计上突破封锁。麒麟芯片一度与世界上最强芯片苹果的 A 系列相比较，但是国内制造水平却跟不上，中国也依旧处于缺芯的状态。而国产操作系统也是如此，中国在工业软件、电脑操作系统、手机操作系统上几乎被国外垄断。后来倪光南院士总结了失败的原因，中国要打破缺芯少魂的局面，缺的不是钱，而是初心。是的，缺的不是技术，是心。但是在熊猫看来，缺的不只是一颗心，而是2颗。一颗是企业层面，缺的是向上捅破天的心；另外一颗是中国人层面，自豪的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说下企业层面。日本经济学家赤松曾经为日本和中国设计了一个叫验证模型的科技发展路线。在这个路线中，将亚洲各国分为3个梯度，其中日本作为头雁，掌握了技术和基础材料上绝对垄断权。
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掌握了部分高端技术作为中叶，而中国大陆、印度等国家承接落后的技术产能作为尾焰。最典型的就是早期的各种家电，以及后来的汽车、机床、技术材料都死死卡住各国的咽喉，其他人只能在这些技术下艰难求生。在这个验证模型里，日本的1亿国民享受着高端技术带来的优越感，处于亚洲顶端，接下来才是韩国、新加坡，而中国只能排在最低端，活生生的一个人类版的食物链。讽刺的是有类似食物链想法的还有美国，而日本就是曾经的受害者。在这条利益链中，美国作为世界科技灯塔国，处于食物链顶端，欧美日韩跟着吃肉，中国等落后国家只能跟着喝汤。所有大雁都必须遵守阵型，不能逾越。一旦谁敢打乱这个阵型，那么美国就会开始以头雁的身份联合其他人共同针对他。比如美日贸易战打趴了日本整个半导体行业，日本至今都不敢与美国科技行业叫板。与法国贸易战后夺下电气巨头阿尔斯通，法国企业彻底丧失了动力。而到了中国，他们开始用同样的方式针对中兴和华为，打的不是企业，是敢于出头的人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由于实力弱小，也一直是按照美国以及日本的设想来发展的，紧紧跟着美日等国家充当尾焰作用，为欧美生产生活必需品，供他们吃，供他们喝。在他们吃饱喝足后，中国才能喝点汤。但是想要吃肉，那肯定是不行的。这些年，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好，身体长开了，甚至身上开始长出头雁的羽毛，就是有一些企业可以威胁到美国的地位了，所以他们开始感受到威胁，大棒也就落下来了。2018年一招制服中兴，2019年又将目标定在最粗的那根羽毛华为。双方大战300回合，美国拉帮结派，最终用出芯片这根最猛的大棒，联合其他国家碾压了华为。谁敢挑战头雁，他就拿下谁。在这场战争中，华为以手机为首的消费者业务在坚持了2年后，开始遇到了滑铁卢。根据调研机构 Canalys 公布的2021年第1季度全球手机销量显示，华为手机暴跌50%，以手机为代表的消费者业务几乎被打垮，而 OPPO、小米等其他手机品牌均出现了暴涨。乍一看好像就华为出现了问题，其他中国手机品牌有增有减，并没有损失什么。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华为手机用户的流向，你会发现其中高端手机喂饱了苹果，苹果的销量暴涨49%，中低端手机则流向了 OPPO、小米等。华为敢出头，那美国就枪打出头鸟。但是相比于数据更加残酷的是，枪打出头鸟带来的后果是中国的科技企业丧失了信心。敢于创新的企业不仅没办法吃到肉，还会被打压到连汤都喝不上。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哪家企业敢于创新和挑战美国？在挑战之前，是不是都要看看这些企业的下场？这就是美日为中国科技设计的验证模型。总之，你只能乖乖的当好尾焰，在食物链的底端慢慢挣扎。所以我才说中国缺乏企业向上捅破天的心。但是你以为只有企业这样吗？其实并不是，连某些国人也是如此。在美国舆论的攻势下，我们很多国人想的竟然不是反抗别人的恶行，而是在内讧，甚至开始反思自己，去骂那些想努力改变现状的人。你看华为不自量力，为什么要试图去挑战美国呢？你看还说备胎转正，现在还不是被打得都爬不起来？你看鸿蒙只是个 PPT 项目，根本拿不出手。不要说美国，在很多中国人自己眼里，中国的科技企业根本没有实力，所以想去捅破天，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很多人可能会说你这是在带节奏。其实并不是因为在这一点上，日本看得最通透。2017年，日本 APA 酒店辱华，中国政府出面抵制 APA 酒店，很多国人非常的愤慨，游行的游行，抵制的抵制。但是日本 APA 酒店社长却无动于衷，说出了那句名言：中国人很健忘，过段时间就忘记了。这句话我至今都记得，但是有多少人会记得呢？显然没有几个吧。再比如 H&M 棉花事件，熊猫至今都没忘，但是你现在再去 H&M 店里看一下，估计又开始着漫为患了。所以我才说中国缺2颗心，一颗是企业敢于向上捅破天的心，另一颗是中国人团结的心。那么我为什么说鸿蒙是中国的机会呢？这个机会不能是其他人吗？这就要说到操作系统成败的关键，生态系统以及先发优势了。什么意思呢？生态系统很好理解，比如一个手机上有微信、淘宝、抖音等各种各样的应用，另一个则什么都没有，那么大家自然会选择应用更丰富的那台手机。而这些应用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它们就像一堵墙，每天都有新的应用加入到这堵墙里，日积月累之后就会形成一座坚固的壁垒，其他操作系统就很难逾越。中国操作系统为何迟迟做不起来，就是倒在生态的建设上。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科院启动了红旗 Linux 项目，由倪光南、孙玉芳等人主持该项目，准备全力做国产操作软件。
为了更好地融入市场，还成立了中科红旗。1999年，在红旗 Linux 刚刚诞生的次年，国务院就发布了鼓励软件发展政策，国产软件迎来了市场利好，政府部门开始采购国产操作软件，红旗 Linux 成为诸多政府部门采购的对象。而且，由于微软的价格比较贵，而国产的操作系统更便宜，联想、戴尔、惠普等公司的电脑都曾预装了红旗系统。上线近1年多，红旗 Linux 销量就涨了4倍，达到了100万套。要知道，当时的电脑还属于高端产品，100万套的销量足以让国产操作系统看到曙光。为了让红旗 Linux 拥有在性能和生态上能与微软一较高下的实力，倪光南研发了方舟1号芯片与之相互配合，而中科红旗则与永中 Office 进行合作，丰富操作系统的生态。2003年，北京市政府进行软件采购，红旗 Linux 入选，而微软则被排除在外。此时的红旗 Linux 拥有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合作方曹琛都激动地喊出超越微软的口号。但是红旗 Linux 的辉煌也仅限于此，因为此后的微软开始了反攻，他们故意纵容国人使用盗版系统，借此来压榨遏制正版的国产系统。当垄断国内市场后，人们已经习惯使用微软的 Office 办公软件，他们开始向政府部门下手。由于微软的 Office 办公软件与红旗 Linux 不兼容，所以导致民间的企业或者个人应用的微软 Office 在政府的电脑上打不开，两者的沟通成本很大，而且民间的使用量太大了，根本无法扭转，最终反而迫使政府改为采购微软系统。而微软再次凭借捆绑销售自己的 Office 办公软件，导致机关部门彻底放弃采购国产办公软件，于是系统与生态双双失去市场，红旗 Linux 也就再无翻身之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软盗版策略。当市场习惯了一种生态之后，另外一种生态想要冲破枷锁是非常难的。在以往的操作系统发展中，欧美由于科技领先，占据了先发优势，利用丰富的生态竖起了一道坚强的壁垒，让其他国家的生态难以生存。老实说这件事情不能怪民众贪图便宜，因为微软凭借先发优势占据了 PC 端的操作软件市场，中国错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手机系统身上。2010年左右，苹果横空出世，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但是手机操作系统还处于苹果、安卓以及微软 WP 的三国乱战中。苹果虽然改变了人们对智能手机的看法，但是它的系统是基于 Unix 的闭源系统，别人无法使用。而安卓虽然基于 Linux 的开发，但还很弱小，而微软 WP 则基于 Windows， 系统很臃肿。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有人去研究手机操作系统，那么中国就有机会占领一席之地。非常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智能手机还处于探索之中，大部分都是运营商定制机，连生存都很艰难，更不要说去研发操作系统了。唯一有这个能力的还是中国移动开发的 OMS， 可惜魄力不够，过于强调完全技术产权，但是实力又不够，因此 OMS 底层框架采用的是 Linux， 但是代码用的却是安卓，并没有实力去竞争操作系统的主导地位。中国再次失去了先发优势。但是在操作系统上，其实还有个公司曾经做出过努力，那就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的王坚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技术开发者，他不仅要做中国的云计算，还要做中国的操作系统阿里云 OS。2011年7月28日，阿里正式推出云 OS， 开始进军操作系统。这是中国第一次由互联网企业向操作系统发起挑战，而云 OS 是基于 Linux 系统自己研发内核技术。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由于推出的时间太晚了，当时的安卓已经如日中天，与苹果系统在市场上已经形成了双雄争霸的局面，拥有了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云 OS 技术上可以重新研发，但是生态系统却没办法重新建立，所以王坚等人就定下了先兼容安卓系统的战略，并且与红旗电脑合作，准备生产云 OS 手机。这一战略可行吗？技术上是可行的，战略上也是可行，所以谷歌当时就不乐意了，开始封杀阿里。谷歌先是提起诉讼，然后向红旗电脑施压。如果红旗选择与阿里合作，那么将解除红旗的安卓授权，最终迫使红旗放弃与阿里合作。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这就是先行者的优势。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制定规则，其他人只能在规则内玩耍，不能逾越规则。专家称之为先行者合作规范，说白了，其实就是验证模型。中国就是得按他们的意思做好伪验。总结来看，在操作系统上，中国溃败了2次，这2次不是因为技术原因，而是无法打破西方先发优势构建的壁垒。但这一次，我们却有机会改变。由于受到制裁，在芯片被禁用后，华为芯片10年备胎被迫转正，一举将芯片设计突破封锁。
虽然因为国内制造跟不上，导致这个备胎最终很可能夭折，但在另一个备胎鸿蒙系统上，华为再无顾虑，可以轻装前行。很多人至今都搞不懂鸿蒙到底是干嘛的，都以为是手机系统，其实并不是，它是物联网系统。2020年是物联网最关键的一年，通讯技术已经由原来的 PC、手机发展到手机、PC、平板、智能穿戴等等万物互联的时代。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时代也意味着新的机会。天下苦秦久矣，我们错过了 PC 时代，错过了移动时代，而这一次我们没有错过物联网时代，这才是鸿蒙真正的意义所在。从先发者优势来看，华为鸿蒙系统确实承担得起国产操作软件的重任，而这一次鸿蒙不仅有决心、有能力，更有基础。根据华为的预算，预计到2021年底，搭载鸿蒙系统的设备数量将达到3亿台，这其中就包括华为自己本身以及合作伙伴的设备数量。至于能力问题，也不用担心太多。或许很多人会说鸿蒙的毛病有很多，比如还有很多代码尚未完善之类的问题。其实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当初华为自研芯片时也是饱受诟病的。2009年，华为第一款手机芯片 K3V1，当时由于性能太差，只敢用在低端的 C8300身上。但是到了2012年，华为海思发布了第一款4核处理器 K3V2，就敢用于高端手机 Mate 系列上。结果由于发热问题没有解决好，被无数网友喷得不成样子，还被赋予了火龙的称号。当时的情况和鸿蒙一开始的遭遇一样，被全网嘲笑。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华为麒麟芯片越做越好，最终与苹果、高通的老牌芯片巨头竞争天下。鸿蒙系统或许真的能成功，至少在技术上、规模上以及决心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在技术上，鸿蒙系统是基于开源系统 Linux 架构，而内核技术是 Linux 宏内核、鸿蒙微内核以及 LightOS 3种，兼顾效率与安全。在决心上，鸿蒙系统代码无偿捐赠给中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将于2021年开放全部代码。在规模上，除了上面说的21年预计将达到3亿台外，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设备厂商加入，甚至是手机厂家，比如魅族等。除此之外，有一点必须说明，华为手机的芯片储量估计只能再撑个1到2年，很大概率上，华为以后将会更注重软件开发，甚至很有可能放弃手机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其他手机品牌使用鸿蒙系统的顾虑。不管怎么说，只要鸿蒙能活下来，国外的操作系统就不敢断供中国。我们也衷心的祝福鸿蒙能够向死而生，其他手机厂家也能向高端冲刺，摆脱验证模型。哈喽，我是熊猫，我们下期见。